上个世纪60年代，幽暗的阳朔港路，弯月残照下，一名年轻人飞快地骑着电单车。这个年轻人叫阿义，29岁，是个鸭贩小贩。他与相识1年多的阿喜即将成亲，本应该幸福喜悦。案发当晚，阿义和阿喜相约看电影，过后阿喜竟失了踪。我是坚文，我将与资深报人何莹和你一起回忆当年这一起发生在阳朔港的案件。案发日是1968年8月20号，18岁的阿喜平时很早回家，这一晚将近午夜12点，还是不见踪影。心悸的母亲带着儿子阿宝上阿义的家敲门，喊了门多次之后，阿义的哥哥阿土才来开门。阿土表示没见到2人回家，母亲半信半疑。她发现墙角的长凳上有一套湿漉漉的衣服，裤带露出一条绣花的白色手帕，上面绣了一对展翅翩翩的蝴蝶。那不正是阿喜的手帕吗？手帕在，人怎么却不在？阿喜的家人四处寻找，最终在一口古井内发现了他的尸体。废弃的古井附近留下阿喜与阿义的鞋子，阿义则是躺在不远的小溪边，神情木然。阿义被带到警署盘问后，送入精神病院检查，直到1年多后的1970年3月，案子提上法庭审讯。阿义面对谋杀罪名，一旦罪成，可判死刑。控方认为，案发动机是阿义求欢不遂，勒死阿喜后再推他下井，造成自杀溺毙或是意外淹死的假象。可惜命案没有目击证人。警方在庭上供称，阿喜口吐白沫，颈项有道蝴蝶形状的伤痕，他的内裤已经被撕裂。说到阿喜颈项的伤痕，这竟然成为了3名国内外病理学家与法医唇枪舌剑的焦点。解剖尸体的张达兴医生在验尸报告中指出，阿喜的嘴边和鼻孔充满泡沫，肺部积水，泡沫是由空气和水混合形成的。除此，阿喜的心脏、肺部表面、脑部以及发生器官等都有出血的现象，这些都是溺死的真相。因此总结，阿喜是溺毙的。可是赵志成法医却提出，阿喜是给人家掐脖子致死的论据。他在庭上以双手的拇指交叉，形成一个 X 字形，然后手指向两边伸展，形成一个蝴蝶状，用这样来解释伤痕的由来。他推断，阿喜就是这样被掐死的，在落井之前已经断气或昏迷。除此，阿喜的眼球出血，显然脖子遭人使劲勒压过。被告的辩护律师特别邀请了英军病理学家樊立上校公证。上校只说，唯一能肯定的是，阿喜是窒息致命的。3位专家共同的看法是，那道蝴蝶形状的创伤是被人掐脖子造成的。不过，阿喜是否因为这样送命，则是无法下定论。在答辩时，阿义心神不安，举止异常，不时还会自言自语。心理学家与精神病专家指出，阿义的智商约等于7岁小孩。也因为阿义发育迟缓，他跟阿喜始终没有发生过性关系。2名原审法官商议后宣判，
由于3名病理学家的论据不一致，法庭决定只接受负责解剖的张大兴医生提成的结论，裁定阿喜是溺毙的。不过，一连串的证据显示，阿喜的脖子曾经遭到阿义紧掐，足以危害性命。因此，阿义虽然谋杀罪不成立，蓄意重伤阿喜的罪名却是可以确定的。法官最后判阿义入狱坦然。如果你对这类案件充满好奇，请订阅频道，期待另一集的《师承奇案》。